在这个方尖碑几乎完成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放弃，不要这个方尖碑了。他们说以前工具就是这个，这么重啊，重达1200多吨。天啊，太恐怖了，我觉得太恐怖了。但是埃及作为方尖碑的故乡，只剩下5座方尖碑了。妈妈，我在这签了3年的合同啊，给人家造方尖碑。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龙，我是萌萌。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未完成的方尖碑这里啊，这是我们来到阿斯旺的一个支线任务。我们之前呢去到卢克索神庙、卡纳克神庙，还有大埃及博物馆呢，都有看到过巨大无比的方尖碑。那这些方尖碑呢，动辄就是几百吨重的。这些方尖碑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它到底是如何从采石场开采出来的？我们今天就来到了现场，看看问题的答案在哪里。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巨大的采石场，像古埃及人他们就在现场这里现采现用。你看他们这里的那个石料很好哎，都是有小黑点的那种玛瑙红。这看了谁不心动啊？更何况法老呢？其实摆在现在，这个也是一种比较奢侈的建筑材料吧。难怪他们当时会在这里开采呢。你看地上的也是很漂亮的花岗岩，真好看啊！对啊，哇，就地取材。那阿斯旺呢？它是埃及南方的一个城市，然后这里呢是距离开罗有900多公里。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很大很大的一个采石场。所以在过去古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他们都特别喜欢到这里来采这些花岗岩什么的，然后搬回去建他们的神庙啊，建他们的雕塑，然后还有陵墓这些。对的，包括我们之前去那个胡胡金字塔里面，就法老的墓室里边就有。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狮身人面像旁边的那个神庙，还有那个哈谢普苏女王，她那个方尖碑也是都用这些石料做出来的。对，哈谢普苏女王的方尖碑这里还有一个呢，只是没有完成。我们上去看一下。好，马上到了，就在这里。哇，太大了吧！看图片看不出来，但是当你现场来感受一下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真的十分的巨大。这是那个尖儿吗？金字塔那个形状的尖儿？对对对对。都已经做成这样了，就废了，他们就不要了。造孽！那么现在我们是来到了埃及武则天哈谢普苏没有完成的这个方尖碑啊。这方尖碑呢是埃及目前所有方尖碑里面，全世界方尖碑里面最大的一个，它高度是41米，重达1200多吨。但问题是，它是没有完成的。在这个方尖碑几乎完成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放弃，不要这个方尖碑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有的人说是因为方尖碑中间出现了裂痕，因为这个方尖碑他们建造来是为了与神进行沟通的一个机器，也是他们崇拜太阳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所以说他们觉得不能有裂痕，不能有任何的不好的地方，所以就把它给放弃了。从这个方尖碑我们看得出来，它是一整块直接从花岗岩里面凿出来的，就是从石头里面凿出来的。然后它基本上已经完成了3个面的一个雕刻了。你看这一面还有侧面2个面，就只剩下最后一面，底下那一面，只要把它给凿出来，它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很可惜，它就以这样的方式，未完成的方式躺在这里，躺了3000多年，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看得到它是如何从一个采石场里面生产出来的。是这个吗？对啊。他们说以前就是用这个玄武岩给凿出来的。我天，这么重啊！很重吗？好重，好重，好重！放在这，放在这。他们说以前工具就是这个，对，用玄武岩来凿。真的没想到他们是用石头凿石头这样的方式，我以为他们还有更好的方式来建造方尖碑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铁器，所以只能靠用比花岗岩更坚硬的石头测试石头硬度。可能他们测试的时候就用这个砸这个，哪个裂了哪个硬度就低。妈妈，我在这埃及这签了3年的合同啊，给人家造方尖碑，造完了我就能回家了。你别着急啊，给我妈发个微信。天哪，这太累了吧！我不敢想象他们付出了多少汗水、多少人命在这里造这个方尖碑。天哪，太恐怖了！我觉得太恐怖了。那我有个问题，既然玄武岩这么坚硬，那玄武岩的雕像是怎么凿的呀？我觉得那些工匠得知这个方尖碑不要了之后，肯定是天都塌了。对啊，天都塌了。他们花了那么多心血、那么多汗水把它给凿出来，结果不要了。看一下那个保安。跟保安的身材对比一下，就知道这个方尖碑有多大了，太恐怖了，真的。法老建造这个方尖碑的目的，就是为了崇拜太阳神阿蒙神，然后还有就是出于宗教的目的嘛，还有就是展现自己的国力，还有自己的权力，还有就是歌颂自己的丰功伟业，自己的人生的一些大事，记录在上边。你看这边还有几个大洞，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想凿方尖碑挖的。他们真的只有玄武岩吗？有没有可能有更坚硬的东西？你看这个形状跟铲雪糕似的。铲车铲的呗。啊？铲车铲的呗。然后这里我就觉得人类真的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到，太伟大了。
哎，你可以过来看一下，我发现有一个洞，在造方尖碑边上有一个洞，发现吗？那个洞的目的呢，他们说要在里面放一个巨大的木头，然后加一些水，让木头膨胀，好让整个方尖碑呢从整个基岩里面脱离出来。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靠谱的，就是木头真的能让整个方尖碑有那么大的力量把它给弄出来吗？在3、4千年前没有铁器，他们确实是依靠人力一凿一凿用石头、玄武岩凿出来的，但是运输是个问题，他们要运到几百公里外的卢克索、开罗。虽然他们有这个尼罗河，但是怎么把这么重的一个方尖碑，几百吨重，这个是上千吨重啊，怎么把这个方尖碑运到尼罗河上，再从尼罗河运到当时的城市叫底比斯，然后再从底比斯运到那个神庙里面去，真的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已经有科学家试过了，就把一个100多吨的那个石块给立起来都很难做得到，更不要说这个。他们说在埃及的女王神庙那里有发现相关的记录，就是他们运了这个方尖碑，一直从阿斯旺运到卢克索，也就是以前的底比斯，花了7个月的时间才运到那一边。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运输的，怎么把它给立起来，怎么运到河上，然后再运过去。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就是这个方尖碑底下是可以下去的，但是呢，得游客少的时候，给这个保安使用一点超能力就可以下去了。但是现在我们来的有点早啊。刚刚问了一下他，他说不可以，游客太多了。我们下去的话，其他人也会想下去的，所以就太明目张胆了。人少的时候没问题，所以有点可惜啊。我们现在可以用一段网上别人下去的一点画面来看一下底下的那个打造的情形是怎样子的。我们发现这么大一个采石场，它那边已经是空了的，所以那边是之前凿了方尖碑，只把它给挪走了，所以现在是空着的状态。不知道啊，这里有个巨大的孔洞，以前留下来的，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凿了方尖碑，想把它放在这里竖起来，有可能。对啊，不然怎么竖起来呢？现在记录的关于方尖碑的东西特别的少，所以现在的人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给竖起来的，未解之谜还是。全世界有66座方尖碑呢，但是埃及作为方尖碑的故乡，只剩下5座方尖碑了。最多的是在哪里？在意大利，有10几个方尖碑。然后美国、法国、英国，还有梵蒂冈。在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在西方就掀起了一股收藏那种古文物的浪潮，然后他们就搬走了很多方尖碑。当时埃及政府还把这个当做外交手段，大大方方的，大大方方的把所有的方尖碑都送出去了，送了很多个。现在该后悔了。我现在估计他们肠子都悔青了。对，一共就60来个，还不好好保存，这么难做的东西。对啊，那祖先的那个都被要气死了，估计。还有以前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都有方尖碑。哦，对了，土耳其他把那个方尖碑搬过去的时候，因为搬不动，切成了3块搬过去的。那还有什么意义啊？那这个裂的这么说也能用了呗？对啊，就破坏了它原来整体性的一个美感。这个就是以前他们留下来的痕迹了，就这样方形楔形的一个痕迹。很奇怪，这里好几个，上面还有2个，不知道这些洞的用途是什么呀？没有人研究明白。我们现在看这些东西，就觉得即便他们不造方尖碑，他们不祭拜太阳神，但太阳每天依然可以照常升起，所以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古埃及人有点傻傻的。但其实，在他们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对于信仰的力量，我们是不可以亵渎的，也不能低估的。对，